起势双手起和落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开合没有缠丝？好嘞，云岗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。我相信云岗这个问题如果一提出来的话，会引起我们所有拳友的思考。而起势一上一下是不是只有开合没有缠丝呀？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和认识啊，未必正确啊，未必。这个 ZW 说腿上有，那腿上有手上没有吗？可能是我们把缠丝理解的有点窄了。我们首先再回忆一下缠丝的这个定义是什么，就是以丹田为核心，节节贯穿。就是我的随时的一动都是从丹田开始，然后通向全身的。难道我们这个手往上起的时候和丹田没关系吗？手往下落的时候和丹田没关系吗？都有关系。缠丝它分什么呢？左右旋转运动、上下的折叠运动和两种运动的柔合体。所以起势啊，是非常明显的上下折叠运动，这是缠丝的一种啊，也是以丹田为核心，节节贯穿，承上启下的节节贯穿，往上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行至腿，上行至身至手，是不是？云岗可能把缠丝理解为左右旋转的才叫缠丝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所以肯定是以丹田为核心，节节贯穿，起落，折叠，微小的折叠。看天外天这个问题啊，懒扎一手和重心是同时到位吗？懒扎一手和重心是头，还是先重心再到手？是重心先到手后到？重心先到手后到，应该基本上我们在教课和自己练习的时候，都是先走的重心，然后再逐渐到的手。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拳理上要求是什么呢？要手到身到，要步到身到手到，尤其身到是最重要的。手如果到了，身体没到，这没力量。身体到了，力量来了，然后再加上手的力量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从拳理上说是同时到的。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重心快了那么一点点，它这个快这一点道理在哪啊？第一个，身体的力量大，比如我们两力相撞的时候，如果身体后撤一点，空间大出来，那么你变化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先把重心往后一撤，有了这个运动的空间，这就活了。我们就推一个人，直接上手推不动，我们先把重心移过去，然后再伸手就能推得动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呢，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差别啊。简化这个拳啊，用太极的这个理念来看的话，太极拳一定要简化，太极拳一简化就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如果要推广一件事情，你必须把它简化掉，把它简单化了。什么叫简单化？精髓的东西没办法推广，皮毛性的东西可以推广，这就是塔底座和塔尖的关系。所以精华的就在那个点上，那个东西没办法推广，是没有办法推广的啊。所以一简化，人人都可以学太极了，是不是？能够推广了，把那些难的、精髓的，不易学到、不易练，
不易练习练好的删掉了，把简单的往外一推，大家都会了。但是你会的是简单的呀，这就是矛盾。要想一夜之间呀风行全国，必须是简简单单的，没有什么太适合的东西在里面，有适合的东西是没办法推广的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是不是？越是核心的是越不容易的，越难掌握的，越没办法推广的。只有你个别人非常认真的去研究、去苦练、去钻研的时候，才能逐渐获得。所以这就不是推广的事情了，是研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简化推广一定是简单的东西。净孙空这个问题啊，说丹田转动是腰部转动的延伸，大家觉得对吗？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。净孙空确实把它说反了，净孙空把它说反了，反过来说就对了。净孙空哈哈，净孙空现在不认可了，说那腰不动丹田不可能动。你说什么气运行怎么运行啊？身体乱扭才叫气在运行吗？净孙空你要听沐浴阳光，要听田园猫日常的啊！你去体会体会，再体会体会，别着急，不要急，去体会一下。你比如我们这发力的时候，哼着一下，哈，哼着一下，丹田啪开着一下，往外开着一下，这全通出去了。丹田转了没有？没转吧，没动吧？是不是这拳已经打出去了？原地的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胸王折叠这些动作，那么这个拳它的运行路线，转动肩膀的转动，所以这个丹田啊，它有这个意，它就像火药一样，就像什么，轮子是不是在转？轮子在转，我想起一个例子，可能会对大家来说会有帮助的啊，可能会对大家有帮助的。我想起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我虽然不太知道这个结构到底什么样，但是我觉得它是这个道理啊。大家知道这个汽车的轮子吧？轮子在转动，轮子在转动，轮子是靠什么转动的？靠轴带动，是不是？轴怎么动的？靠气缸的上下运动。那么气缸的运动靠什么呀？靠这个汽油的爆发。汽油烧了以后一爆发，气缸在运动，然后轴在转动，然后轮子在转动。汽油爆燃的时候，它转了没有？它没动吧？它没转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汽油在爆燃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爆，然后气缸在运动，带动曲轴运动，然后带动轮子在转动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没有？我是猜的，我想可能机械是这个原理，尤其是蒸汽机出现的时候，蒸汽机，热气啪一爆，带动了这个气缸，带动了气缸的上下运动，然后是曲轴转动，然后带动轮子在转动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终于找到这个例子了。没事，放一段时间，我想净孙空你再练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小圈了。小圈知道吧？你说的还是一种大圈，以外带内，以外带内是大圈，知道吧？以内带外是小圈，就里面轻轻一动，外面轮子哗转起来了。